第111章，索法无边。不及一夜，第二天过早已经是9点多了。我看到2个熊猫眼的老彭就跟老黄揶揄：“黄大哥，咱们今天又去烧香拜佛算了。”方小华想到了我昨天说的梗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老黄跟我讲过，说方小华私底下问过我的来历。老黄回答他：“来历大得很，我黄海山的老弟，这个来历够不够？估计是这个原因。”方小华对我更加客气恭敬了。出海游的事情搁置，正好可以搞一搞彭洪波商会的事情。我跟彭洪波建议，让他组个局，把他们是能请得动的这些企业家老板都请上，然后我和老黄还有方总一起过去吃个饭。老黄的名声很大，老方的人脉很宽，老方直接表态：“老彭，这事儿官方这一块我给你安排的妥妥的，我请某局的领导今天赴宴，给足你面子。”老彭有了这2大助力，他的腰杆子就挺直多了。他跟我讲说，这一次搞商会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搞住宿的一个老乡，叫宋天马。这个人早年就在东莞发家了，现在厂开得很大，厂房占地都有上百亩。陈老弟，咱们兄弟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。说句实在话，如果说拼硬实力，我和宋天马还有差距，但是这个商会会长也并不是说完全是比谁钱多。还是你那句话说得好，我们搞商会的初衷目的一定是为了咱们老乡有个交流的平台。我们是在深圳的企业，差不多有300家，这么多兄弟姐妹，我们有个商会组织，彼此之间做生意那都能省多少事儿。彭洪波说的头头是道，听他那么一讲，搞商会真的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。你老彭的品德真就比人高一等，心甘情愿的默默奉献。所以说有些人滑稽的地方在于，他干一件事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却总是要打着一切为大家的旗号，就像彭洪波这样。关键是我还要在一旁附和道：“彭哥，这就是方总讲的情怀嘛，你要搞这个事情，反正大家都支持你搞，把这个商会搞得红红火火，你的事业也肯定也会红红火火。”彭洪波很高兴，晚上在龙华请了2大桌的客，都是他们的老乡。请客现场，老黄露面，他在深圳本来名气就大，尤其是在制造业这一块。提到鞋王黄海山，有几个不知道的。另外，方小华又请了深圳某重量局的副局长坐镇，体制内的领导说话水平高，敬酒喝酒的水平更高。他们2人捧彭洪波，现场有些之前还犹豫的老板，现在都愿意和彭洪波一起作为发起人，把这个商会搞起来。我跟彭洪波建议，既然大家决定了，意见一致，那就马上起草相关的制度，该去民政局办手续的就办手续，把相应的手续办好，商会不就搞好了吗？一顿饭便解决了这么大的事情。老彭对我是真的感激，临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道：“老弟，我就说你是贵人，我老彭有什么棘手的事儿，只要找你老弟帮我，就一定能干成。反正是这样，等老哥把这段忙完，回头我专门谢你。”我说：“彭哥你太客气了，咱们是兄弟，何必要这么客气？你把这个商会搞起来，到时候帮我推荐一下业务，我们资源互相利用，这多好。”彭洪波拍着胸脯表态：“这个你放心，现在我同乡的这些老板，我逢人便给你打广告，回头商会成立的时候肯定还有一些活动，这个活动你全程参与，你该搞宣传的搞宣传，我绝对全力支持你。我们这些人都是做生意的，你提供的大家都需要，那我们没有理由肥水流到外人田里去，是不是？”从老彭那边散场了，我没有再跟方小华和老黄一起玩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工作的事情实在是太繁忙，比不上2位老板这么潇洒有时间。老黄跟我说：“老弟，反正2件事咱们一定要干，第一件事就是出海玩的事情，我们择期要搞，另外一件事就是打高尔夫的事情，我们找个时间一定要切磋一下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心想，我不是跟你老黄讲了不会打高尔夫吗？这老家伙怎么忽然提起这一茬了？我一下想到了彭洪波，肯定是彭洪波私底下讲了我和他一起学高尔夫的事情，所以老黄故意提这事儿来抬我呢。我觉得有些搞笑，我不明白老黄为什么一定要在方小华面前抬我，他是怀着什么目的呢？我也不好问，只是嘿嘿的笑。黄老哥，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件事我们也不能不干，那就是要经常去庙里烧香拜菩萨。你老哥也就罢了，平常潇洒洒脱，老弟我就是红尘里的一俗物，沾染了太多世俗的业障，唯有经常去聆听佛法，可能才能稍微化解一些心中的戾气。黄海山一听非常高兴，大有寻到了知己之感，上前一步拽着我的手道：“老弟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也一心向佛，我跟你讲，我母亲30岁就皈依了佛门，我这半辈子也笃信佛家，实话跟你讲，我是逢庙就进，遇佛则拜，你放心，这事儿以后我一定经常约你，我们都要经常受佛法的熏陶和教诲。”他又扯着我的手说了一会儿佛法，关于佛法的东西我也研究了一些，主要还是博览群书，各种书都有涉猎。在佛法方面，我肯定比不上黄海山那么精深，但是胜在博杂，知识面广。遇到了黄海山，我也不犯怵。一旁的方小华就有些摸不到头脑了，但是我佩服这家伙的情商，他狗屁不懂，但是能装出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来，
单单这个表情就是超级捧哏的最佳人选了。本来和黄海山只是简单道个别而已，但是这个道别足足聊了40多分钟。我觉得黄海山是发自内心的想谈佛法、谈佛教、谈信仰。我不由得想，这个玩鱼缸游戏一角都是10几个妹子的老头子，竟然笃信佛家，而且虔诚无比。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诞滑稽的事情吗？